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immy。那今天跟大家聊一支，不对，是两支或三支，就是我今年觉得很有话题、很有趣，甚至可以说是我觉得很疯狂的一个联名系列，就是 Spinnaker 跟海绵宝宝 SpongeBob SquarePants 的这个2025年的联名。其实这一次呢，Spinnaker 不单纯只是把角色玩到表盘上面，他们玩得更细、更用心，用了两大主题，眼睛计时然后还有是角色的趣味组合。那我觉得把整张脸搬到表盘上面，这个想法真的是大胆又很有创意。OK，那我们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们还是工商一下，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，我是设计师吉米。如果你们第一次来，麻烦帮我按个赞、订阅一下，开启小铃铛。真的，这个对我们的小频道来讲，演算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还有，如果就是播放中如果跳出广告，帮我多看10秒钟，不要马上按跳过。你们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鼓励。吉米在这边跟你们说一声谢谢。OK，我们先来聊一下，大家都知道海绵宝宝的生日是1999年，它诞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5年了，那是 Nickelodeon 旗下最具代表性的 IP 之一。当然，Nickelodeon 它还有应该是变形金刚啊，或者是忍者龟啊，其实都很有代表性。不过小朋友的回忆来说，也是80年代、90年代出生的小朋友大概都会记得的，就是 SpongeBob SquarePants。OK，你在很多迷因的素材里面也可以看到 SpongeBob 什么 10,000 years later，对不对？大家看那个影片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？就是1000年以后。OK，Anyway，然后你在社群上随便滑都可以看到 SpongeBob 的表情包啊，无论是什么笑到抽筋啊，或者是什么 I'm ready 的姿势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跨世代的共通的一个文化语言。那 Spinnaker 其实不是第一次做这个联名，那他从2023年开始，几乎每一年会推出一个 SpongeBob 的主题系列，借此来建立一种我觉得潮流文化联名的形象。它跟瑞士的这些百年大厂不一样，Spinnaker 本来就是一个年轻微品牌的公司，他们的策略本来就不是要走什么经典稳重，而是要走玩味跟设计感。所以你看这一次的 SpongeBob，然后到 Plankton、Sandy 这三个角色，它给了不一样的彩色主题，黄色代表 SpongeBob，绿色代表 Plankton，然后白色代表 Sandy。那我觉得整个 iDial 的 Chronograph 则是更为夸张，它直接把 SpongeBob 的脸搬到这个表盘上面来，而且眼睛还各自担任一个副盘，一个是60分钟的计时，一个跑24小时。我觉得把这种卡通人物融入功能的结构的思路，这种在传统品牌是不可能看到的。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 Spinnaker 它的注册地在英国，但实际上它的生产大多在广东、香港这一带的工厂。这个其实是业界也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可是他们也很坦然，他们没有要隐藏，甚至直接把这一点反映在售价上面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不会因为联名就把价格顶到天上去，这就是微型品牌的一个灵活的调度。OK，那讲到今天，我觉得最精彩的部分，当然就是设计的亮点。因为有了这些细节 ，Spinnaker 在2025年的这一批海绵宝宝的联名里面，我觉得花了很多的心思。先讲这个 iDial 的 Chronograph，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，我就会笑出来，就是我觉得为什么？因为整个表盘就是 SpongeBob 的脸，然后黄色是主色调，再搭配上上方黑色的这个嗯区块，去呼应它方方的这个脑袋，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在12点钟，就是55秒到05秒这边，它放了一个黑色的区块，让他的脸看起来很像是方方的。我觉得更妙就是10分针直接变成他的双手，那这种设计非常非常的大胆，非常非常的趣味。OK，那更妙的是怎么讲？一般品牌很怕在指针设计的太过于花俏，会影响到它的辨识度、可读性。但 Spinnaker 用红色的秒针来打破这一抹的单调，让整个画面不至于失衡。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设计师的心思，他要玩的趣味，也知道他想要保持一定的可读性。然后是这个重头戏，两个副盘组成 SpongeBob 的左右眼，左眼是60分钟计时盘，右眼是24小时盘。那这下好笑了，因为有的时候两颗眼睛会一起盯着你，有的时候它会变斗鸡眼，有的时候会变成一只眼看右边，一只眼睛看左边，变成像死鱼眼一样。我觉得这在严肃的手表里面根本就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东西。那再加上Spinnaker 一直很厉害的就是夜光。
基本上这个手表一关起来的时候，它会照到你整个脸在发光。那牙齿的位置也是亮亮的，简直就是把卡通灵魂带到了夜晚去。也许你看着看，说晚上会做噩梦。OK， 我很佩服这些细节。那日期窗的部分，他们把它做成了黄色的底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还有超多的瑞士大品牌，在深色的表盘配上白色的日期窗，完全破坏视觉的一致性。那讲好听是方便阅读，但实际上技术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可见就是大牌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妥协吧，去牺牲掉他们所坚持的某一些事情。但 Spinnaker 不一样，他敢挑战，他年轻，他直接就用黄色的日期盘，让整个视觉保持统一性。那再来，我觉得是他另外一个系列，它的重点是偏向于这个小秒针的小秒盘的动画，是以 SpongeBob 的这个蓝色为标准。OK， 小秒盘就变成他在翻汉堡的这个画面，所以这个汉堡会一直转，它会增加一点互动感，很有趣。那不只是这样子，它的背面还印上了这个角色的图案，就是这个 SpongeBob 在这个摆陀上面。虽然他对这个机器没有什么过多的琢磨，但是一样有限量编号，有一些小小的细节，我觉得会让收藏者拿到觉得我不是拿到一只生产线出来的表，而是一只有故事的手表。那表带他们也做得非常的用心，在尼龙的材质上面还绣上了角色的这些符号，它是有点类似像浮水印的一个做法。这边的照片大概可以看到一点点，那你们可以看一下。OK， 那我觉得刚好形成了很棒的一个视觉上面的设计的延伸。iDial 给你的是很大胆的冲击，但是小秒针的这个表盘藏了更多的趣味，这也反映在 Spinnaker 这个品牌的策略，他们不是随便贴一个图，而是把角色精神融入到功能跟结构当中。我觉得这在这个价位来讲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一个动作。OK， 那我觉得整个手表不会让人觉得就是儿童玩具的感觉，反而更像是潮流的艺术品。OK，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SpongeBob 的 iDial 呢，黄色的是限量700只，那黑色面盘的是限量650只，那售价都是在$325，没有听错，就是这个价位，非常便宜吧？那另外小秒针的话呢，则是各限量825只，有 SpongeBob，OK， 有 Plankton， 然后还有 Sandy， 那售价分别都是$395。其实放眼在这个价位里面啊，这个价位在市场就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收藏。你们随便去看瑞士品牌的联名，动辄5000、10000起跳。Spinnaker 用几百块的美金就可以让你把这个 Nickelodeon 最红的 IP 戴在手上，而且有夜光、有限量编号、有背透、有彩色印刷，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没有话说吧。那再来就是它的机芯用的是 Miyota 的8245，那自动计芯，24个轴承宝石，2针加上偏心小秒盘，算是 Miyota 的入门的经典。那不是什么高准度的天文台机芯了，但是稳定耐用，维修方便。那 iDial 呢，用的则是 Seiko 的 VK62 的石英机芯，这颗其实有点算是半机械的石英机芯，因为它的操作的手感啊，其实有点接近计时机芯的导柱轮，但是其实它驱动是石英，好处就是耐用、维修容易，然后价格可以压得更低。那缺点就是它的60分钟计时团跑满之后就会停下来，你必须要手动去重置它。那我觉得这也就是微品牌他们的可以随时调整策略的一些智慧，他们不需要去用昂贵的机芯去把价格抬高，而是用最符合需求的机芯，再加上他们的创意跟设计来帮品牌做到加分的动作。OK， 那我觉得这个表适合谁呢？当然，海绵宝宝的铁粉，我觉得它的整个配色，不管男生佩戴、女生佩戴，我觉得都还蛮跳痛的，就是你不用想，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万元级距内的梦幻单品，你每天戴在手上，就仿佛在比奇宝一样，有那个快乐的能量，走到哪里都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再来一个就是，如果你们是微型品牌的玩家，基本上大概都玩过了不少的瑞士大品牌，对于传统品牌已经觉得有点腻了，想找点新鲜感。我觉得这种品牌就是它魅力的所在。
因为大的品牌要出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可能要开无数的会议，经过多年的设计验证。但是微品牌觉得今天有趣，明年就能实现，这种灵活度啊，正是微品牌应该要有的活力。那再来一个是潮流的收藏者，对他们来讲，限量就是一种安全感。不管是 iDar 或者小秒针的这个面盘，其实在市场来讲，这些的数量都算很少。我觉得在未来的二手市场有绝对的讨论度，虽然它不是什么百年经典，有什么文化价值，但是海绵宝宝的这个全球 IP 是不会消失，而且它就让它有了长期的通话，长期的这个话题性。OK， 总结来说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适合追求快乐感、玩味感、讨论喜欢这个话题的人。那它不是什么严肃的工具表，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的符号、时代的符号、潮流的态度。好吧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2025年 Spinnaker 的 SpongeBob 的这个联名系列再次展现了微品牌的这个创意爆发力。你们可以看，他们完全不是靠机芯取胜，也不是靠什么100年的历史加持，而是用设计细节、大家熟悉的角色转换成可以戴在手上的快乐符号。小秒针的面盘把 SpongeBob、Plankton 然后到 Sandy 的个性性格表达的活灵活现，你带着它就仿佛每天都在演一个小剧场。而这个眼睛的面盘的部分则是另外一个极端，他把 SpongeBob 的脸直接放到了面盘上面，变成了副盘，夜光的时候眼睛还会转，完全就是一个很迷幻的潮流艺术品。我觉得这些设计不光是搞笑，也是很认真在思考要如何把角色文化转换成设计语言。很多大牌不敢做，应该说有一些大牌做了，它反而得到反效果。比如说前几年的那个AP 跟 Marvel 联名的蜘蛛人，就有很多传统派的人觉得这个设计有一点点奇怪，大家不是那么接受跟买单。OK， 那虽然就是说 AP 的好像创意总监又换人了，不过 anyway AP 一直在往年轻化的这一块去走，我觉得也不错。但是就是好像除了皇家像素以外，其他表款推的也是蛮辛苦的。Anyway， 讲回来，就是说 Spinnaker 他敢做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就是活泼年轻敢玩，价格也很合理。OK， 小秒盘是$395，那大眼睛则是$325，折合台币1万到1万2，你就可以买到有限量、有 IP、有夜光、有动画、有秒针、背透图案。你们去看看那些大品牌的联名，哪一个不用10倍以上？所以如果你们问我这个表今天我推荐我会不会买，我的答案告诉你，如果你喜欢这种快乐、轻松、有话题的文化符号，绝对值得买。因为它不会成为它当然是不会成为你收藏里面最贵的表，但是它可能是你最常拿出来跟朋友炫耀分享的一只手表。它很有故事性，很有趣，很好玩。OK，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，看到这边记得帮 Jimmy 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只 SpongeBob 的联名。而 Jimmy 也要再说一句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手表它不会留住时间，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每分每秒的过去，我们都在创造历史。Jimmy 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，玩得健康，戴手表让我们能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。对于时间，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，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，好吗？我是烂熟人设计师 Jimmy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